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瑞文绝猴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他的刷野抓人思路。可以看得到瑞文的话，他的那个装备的话，核心就是3项，然后搭配那个死亡之舞。像之前我就有发过那个魏的一个死亡之舞搭配那个凯旋，然后就是超回复，然后后面再做一件那个振奋铠甲，就提高回复能力、回血的那个血量。那样的话，是不是啊？瑞文也可以变成一个移动堡垒了啊！你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哦。虽然说前期这样的话，瑞文没什么伤害，但我觉得高端局可能不太行，但我觉得低端局也不是不可以哈，你们可以试试。瑞文的话啊，3段 Q 打的伤害确实很足。这里的话是3级是学了2级1技能，2级 Q， 没有学 E， 作为一个位移。这里的话卡了3段 Q， 作为一个翻墙位移。这里一个小技巧，这里 W 再回头 A 掉4F。刷野速度的话，算中规中矩吧，不是特别快。3分40秒吧，才能出野区。瑞文强就强在中期、中后期很强，伤害特别高，所以他并不需要太多的符文上面去提供那个输出，只需要前期保证自己前期稳定的发育和输出机会。那这里的话，上路被抓了，对面是稻草人。像稻草人的话，除非真的很喜欢这个英雄，因为稻草人正常发育的话是这个版本，他就基本上就没有持续伤害的，他就一个爆发，大招爆发，所以他到后期会很炸。这里的话，你可以看到。就是你看前期的话，他就各种找节奏。这里发现队友开始有点摆了，不肯去线上对线，然后线上开始送人头了，我去！这游戏环境有点差哦，这样子。那不怕，既然能成为素材，他就是能赢。这里的话，找到对面的伊泽瑞尔秒掉。现在瑞文自从加强了大招以后，是吧？他的加强大招以后，他的那个团战续航能力很强。这种队友就是又摆又不怎么摆的，就想恶心这个亚索。不知道刚刚上路发生什么事情，估计是这个中单带了波节奏吧。本来还能对线的，现在估计是对线对不了了。但也不能这样子啊。一塔掉了，其实还是可以打的呀。这边有个绝活哥，怕啥呢？对吧？这里给机会了，对面抓这么深，你看这里你会发现吸血鬼是没有持续输出的，打完这套他就废了。瑞文，所以现在我跟你说，玩吸血玩稻草人的哈，就是路边一条，就是路边。就是甲乙丙丁是吧？路人甲路人乙，千万不要去上头去玩这个英雄哈。如果你真很喜欢，那你就为爱发电。
哎，这里有机会吗？找到对面有大招的，可以直接上来一个 EQ， 追上对面的丽桑卓，秒掉，没有交闪现，留来下一波团战的时候，因为要吃支援团了。这里的话，看看先把塔收掉，尽快把那个3项做出来。3项做出来的话，对面是单点对点的话，比如说1v1的话，是没人打得过瑞文的。对面这几个都很差，都是团队功能型。他们持续输出的话，得靠伊泽瑞尔。伊泽瑞尔的话，又不是那种很强力的平 A 流射手，如果是平 A 流射手倒还好，他是伊泽的话，主要是靠 Q 的伤害。这里闪现3段 Q， 但这里还是被风女救走了，吃到太多伤害，太上头了，出事了，有点受不了了，这队友。这里面其实有点，其实前面的话有点被压力到了，所以这里面中间的话，绝猴哥是一直在想让自己的发育超前。那这样的话，看看赶去拿小龙，把小龙吃下，不然的话就亏麻了。好，先吃个蓝 buff， 待会再找机会吧。这里亚索往那边靠了，有机会吗？哦，还是有一点的。对面前排并不是很好，这里过来惩掉，直接跑，没必要打团了，打不了团的。起码后面的压力就没那么重了。看看有没有机会呢？逮到这个丽桑卓，哎 ，W 加 W 没用的，哎，还是给他跑掉了。哦，有减速，技能就是丽桑卓的话，它是技能命中对方英雄的话是有减速效果的，所以它的减速很恶心啊。对面后面有人，哦，不然的话不敢这么浪的。完了，亚索也开始摆了嘛。这局啊，受难者，这中路和下路这3个人都是有问题的，出去必定举报。所以有时候国服嘛，这里面人呢，就是有点心态不太好。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在这边的环境哈，就是有点戾气太重了，大家其实想的太多，做的其实也就那样，就想的太多，什么都想要最好的，这是一个很错误的选择。哎，就像我们说那个什么 AI 这东西，既然有人就是 AI 给我们带来什么 ？AI 给我们带来的是，并不是说生活上什么便利啊，或者什么各种啊，或者什么的 ，AI 只是给了我们。哦，这里的话打了一个团战，但没办法，对面就是那个爆发，你必须得避开那个爆发以后再回打持续伤害。然后讲到的就是 AI 嘛 ，AI 这东西呢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它给了我们更多就是低成本去试错的机会。因为如果说我们要在现实中去试错的话，那你要有时间成本，还有一些比如说资金成本，
这种不是一个普通家庭可以去尝试的，都是可能是一些中产家庭啊，或者说有点小钱的家庭，是吧？才能让自己的小孩子或者说自己本身去试错。但如果有了 AI 就会告诉你，可能 AI 也会有错，但你通过去实践，你发现了 AI 的错误，去纠正 AI 也会通过这种纠正，然后不断的去试错，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做的。像玩游戏也是这样子哈，我们的装备不一定我推荐给你的装备就是最好的，但你对局的过程中，你随着你的次数增加，你玩这个英雄的熟练度上来了以后啊，你对这个英雄试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，慢慢的你就是吧，可能你会成长很多。哎，这里的话有大招，不怕，对面的石头人伤害不高的，你持续打，征服者伤害也是很稳。这里的话，铁男来扛。卢锡安的话虽然摆，但他在带线，那这样的话给队友是有经济的，所以不啊，卢锡安算还行，就是现在算是 2.5 个人没有亚索也还是可以的，起码团战里面那个亚索承担了很多伤害。看龙的话还是被对面抢下来了，这个的话必须得拉开，对面逆商卓确实很恶心。这里的话，射手来打个龙，一下子就把龙秒掉了。完了，说实话，如果是我玩这种局，我也会选择直接摆烂，太痛苦了，很折磨人。但我们要学习绝猴哥的精神，想赢的一个竞技精神。这里的话，对面想开龙，但你要做围绕着龙做一个防守。这边对面也不敢碰龙，主要是有个点瑞文给的压力太大了，他们也是怕这个瑞文，发现这个瑞文玩的特别好。像这种情况的话，瑞文就是龙被对面抢了的话，所以这里面小龙的压力其实就没有了，不会想着说要最后一条龙，只要守好大龙就行了，拖住节奏。对面跟你拖节奏，你们这边的话是算是赚的，不亏的。但这里龙团打起来了，对面有没有机会？一个大招刮死一个。一技能拉开，吃上果子不怕，有 Q 技能，再大招收一个，再拉开，太强了。这里直接不回家，赶紧把打野资源吃掉，吃完以后再把上路的兵线收掉。爽吃。这里的话也算是把变相的去吸血了，因为兵线双人路在摆烂，那他们的发育肯定不会选择去吃边线，这样的话边线的话被打野吃到手。这里因为有立场主一直在恶心，所以做一个魔抗刀，影魔刀，中路打起来了。送了4个人头，这里的话把对面的但金身立场主双金身，因为有大招又有双金身的话确实恶心。这里的话被定住，再拉出来，但没机会了。对面稻草人5杀了，送了个5杀。这亚索也有问题，出界攻，
像为什么更多的人选择去玩那个射击类游戏，像三角洲啊这种，因为他可以选择自己一个人，选择自己好的队友就行了，甚至跟陌生人排到了，但他也可以是吧？各玩各的也可以，无所谓。所以这就是 MOBA 类游戏在国内的中国的一个服务器是吧？的一个难处。像王者的话，王者这款游戏不一样，它是纯娱乐游戏，它不算像竞技游戏，就除了特别高分段只要是那个王者以下吧，王者段位以下都是那种就是什么娱乐游戏。这里的话，看看有没有机会找到对面，山路的话估计是守不住了。这里的话没闪现了，但你可以发现绝活哥一直在，虽然说他一直那个什么，但他一直没有落下他的发育，他的发育是紧跟着对面的，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学习他的一个点。嘴上说归说，但是实际操作脑子不能乱。这里的话，对面有个残血，找个机会打到前排，秒掉。对面少人的，利桑卓不在，控制没给到，没有控制的，直接。这边的话，利桑卓有可能过来了，拿到个3杀，利桑卓在这边，知道他的那个 E 技能。但这样的话必须得回家，不然兵线把塔给推了，水晶给推了，家给推了。像这里的话，就必须得去做一个蹲人为主，你不能去正面开团。这里的话，找到对面的打野，不给对面给大招爆发的机会。你可以这里发现，只要对面的稻草人被针对的话，那你就很难去说做出跳大要打一个 AOE 的超大 AOE 伤害。像大龙跟远古龙的话，远古龙是更优选的。大龙的话是必须得，就是说有兵线的一个推进会有帮助，但如果说你在团战里面更关键的话，会就是远古龙会更好一点。哦，对，石头人。惩戒惩到了，那这样的话对面跑不掉了，拿到远古龙，直接去选择拿大龙。这辅助也不过来帮忙，射手起码还过来帮忙。
哦，这铁男直接越塔去拉对面，有远古龙的，所以这里必须要搭配远古龙去尽量让对面减员，这样才有机会。啊，两边都推掉上高地塔。这里不能让对面的兵线出去，因为有大龙 buff， 所以压过来的话一定是有优势的。啊，队友都射手避回去了，那这样的话就有点难了，得看谁能有机会能开个团开起来。哦，对面稻草人一个爆发把辅助给秒了，但没关系，这辅助就是个废物。这里远古龙斩掉对面，但远古龙已经没有了。兵线进来啊，这种翻盘，哎，也不知道值不值得庆祝一下，但我感觉我也看到绝猴哥玩的好恶心。那行，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